然后第五个主题就是说，在英国是这样的一种体验。OK，你现在来到英国了，对吧？开始找工作，然后工作。然后其实刚刚有点提到，然后第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说，哎，你当时去找工作，它整个一个过程大概是什么样子？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对吧？就是挺艰难的。后来朋友介绍，就是大概是经历了，比如说多长时间，然后你过程中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大概这样子。经历也有大半年吧。然后，因为你之前工作经历都不是英国的，那英国的企业它做背调也还是比较严谨的，那么它背调的东西也很细，就细节到需要你提供以前的居住地址，这种地址呢还需要你用什么水电煤气账单，这种所谓的在英国很容易证明地址的这种东西来提供，但是你知道在国内很难通过水电煤气账单这种东西来证明自己曾经居住过哪里，这个事情也很麻烦的，所以嗯。工作当时自己海投了很多，当然也有一些有面试的机会，然后去面试了，然后最后是二选一选到的一个工作，其中一个就最后去的是朋友介绍，然后也有一个自己投简历，最后去面试面到的一个工作，然后这两个其实嗯我印象中差别还蛮大的。你后来选择那个其实是去银行嘛，对不对？一个国有银行。然后嗯。你自己投的那好像是做类似于留学咨询是吧？嗯，不是留学咨询，跟我自己之前在上海我做 treasury 的吧，做 treasury 更相关一点，或者做一些分析的这些 BP 的工作更多一点。就是说偏财务。从工作延续性，也是偏财务类型的，对，这个那个工作，当时考虑就是主要是地理位置比较远，薪水可能差不多吧，差的不多。然后地理位置比较远，然后中间还要倒车，还要倒公交，然后我又没买车，所以我觉得，便利性上，我后来选的银行比较近一点，就从地理上，职业发展上我没有考虑太多，因为我觉得我从去英国的时候就没觉得我会一辈子就待在英国了。就好像没有这样的想法，所以我觉得，而且还有一点就是我在英国感觉到职业发展这个事情，没有国内现在看的那么的，就是我很恐怖，我很惊讶发现国内基本上对于 gap 这件事情，有的企业还是很在意的，就他很希望你的职业的连续性是非常连续的，最好不要有 gap 或者不要有什么事情。但我觉得国外经常有的人就做一段时间，然后就去哪里玩一下，然后就一年两年不上班，然后再做或者做个 part time，然后最后想做全职再去做全职。好像大家选择就更多样化点，HR 也不太看重你是不是一直在某一个赛道上连续这件事情。可以说可能就是择业的标准会更多样化一点吧。是不是因为他们的竞争压力小一点？我指的是跟本国人的竞争压力小一点，对吧？嗯嗯。反正工作机会我看起来没有那么在意你的履历的，当然连续性，你某些岗位就说特别特别专业的，是不是也有这样连续性的要求？也可能也有，但是有很多岗位他可能更看重就是你个人的各种综合性的能力吧，是不是对你一定是做这个，并且从来没有 gap 过这件事情有那么在意看重的，好像也没有，但是国内就非常看重。就是你 gap 的时间去干什么了，去做什么了啊，就是都要非常详细的了解。当然你，有一种可能性，我认为就是大家的国人还是比较定式的，就是他抉择的套路大家都差不多。那大家如果只有唯一或者是唯几的标准，那大家都是往这个标准上去做，对吧？那或如果者我觉得，这件事情从来就是一个没有太多硬性标准的，那更多是一种综合性感受，那就非常的见仁见智，那各种人都可能去到各种地方，这也就是国内的大学跟国外的大学，它的标准上录取标准上也有非常大的区别。那就是嗯，中国很喜欢，因为我现在做的是咨询行业嘛，有个很深刻的感受，就是各行各业都希望自己能定标准，因为他很需要通过定标准来择优。然后用这种方法，他觉得可以减少很多
所谓的多元化或者是多样化的这种带来的一些混乱和管理上的一些烦恼。还觉得既然标准是这样，我就照标准去执行，那我管理上就容易一些嘛，对吧？就各行各业都大家都在呼吁，就希望这个也要做标准，那个也要做标准。但是标准就是所谓的你只去探索所谓的唯一的答案了，但实际上事实的真相不见得这样是最好的，对吧？是，我同意你讲的。然后你刚才对，就是你在那边在英国工作的时候，我看包括美国也一样，大家有时候会讲一个所谓的职场的天花板。你觉得你有感受到这种大家所谓的这种，你作为一个外国人在这个国家的这种职场的天花板，你有感受到吗？你在那边工作的那几年时间里面。职场天花板一定是有的，这种都是所谓潜在的这种办公室政治也好，或怎么样也好。当然，我可能我不是直到目前为止，我离天花板还很远，所以说我没有感受到天花板对我的压力。我觉得我的空间还是很大的，因为我一直在跨行业，就从财务到银行再到咨询，基本上这是3个很不一样的行业。所以我每进入一个新的行业，就是不管我工作多少年，我每进入新行业，我像个小白一样的，就是基础知识要重新开始学习。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跟你讲，我说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一直是我的座右铭，就是每到一个新的地方，又选择一个新的行业，但是随着你工作年龄的增长，你很多人都不愿意去做这样的新的转型的原因就在于，你丢弃了以前这个职业给你带来了很多尊严吧。就可能你做一个行业做到一定的，你觉得自己是个资深的人士，你说的话有人听了或者怎么样，你可以教别人一些东西了，那你就有一些职业尊严嘛。那你换到一个新的行业，就是小白啊。你不能否认这件事情，那你这个职业尊严就被打碎了呀。那你打碎职业尊严，你就得向别人学习，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件事情就变得很重要，对吧？对，我觉得你有所以这种开放性的心态还蛮好的，就是没有那么容易。我觉得这个事情不是一个自然而然就会有的东西。对你说打碎自己的职业尊严其实很难的。对，就是你工作的时间越久，再把自己重回放到一个地方做小白的话我觉得现在你们可能体会不到吧。就是当你工作像我这样工作10几年的人，嗯，就是克服自己那个心理的历程，还是需要一些时间的，没有那么容易的。对，我现在体会不深，但是我大概能感受到或者能想象到这种感觉了。这也就是很多人不换行业的原因，就在于他如果有的选，他就不愿意换行业。但是我好像我一直就像你最早开始谈的，我好像一直不是一个目的性某种单一目的很强烈的人，不管是对求学、对工作、对赚钱还是对家庭，就是我喜欢各种新的感受吧。那就我好奇啊，我觉得，你说，就我觉得，比方说我出国，好，那我就可以体会新的嗯一种教育方式，这是一种新的嗯感受。嗯那如果我又离开上海，我又去英国去生活去工作，那我又可以体会一种新的工作方式，一种感受。嗯那我又回国，又从外企跳到国企，那又从银行做到咨询，那又是一种新的感受。虽然说也是嗯，从小白开始，但是好像你就能获得一种未知的一种感受，这种东西是很有诱惑吸引力的，所以我就愿意。但那你必须，你愿意接受这个东西，就是代表着你不是对某一条路径有非常执着的要求。如果你对某一条，比方说你做了财务，你就希望自己永远在做这一行，越做越深越深，那对很多的新的未知的感受或者挑战，你就是不愿意接受的状态嘛。了解了解，那我觉得 OK，不做财务也 OK，不做银行也 OK，不做什么也 OK。那我不在哪里生活也 OK，我对任何城市都没有设限的话，那我做什么转变，我觉得我的接受的心态就会比较开放一点。了解，就相当于你这个人的整个就是开放程度会比较高，然后
对那种过往的，或者说对那种所谓的成绩成就到一个很高的位置，可能不是一定有很强的执念。那我想知道，哎，你有去测过你的 MBTI 吗我测下来，我有点忘了，好像是 ENTJ 还是什么吧，我有？ENTJ 那点忘了，我我们俩是不太。一样的。如果是 ENTJ，那我们两个是一样的。我觉得根据你的哎，描是 述，更像 EN 我好像 ENTP。是，但是我是 TJ 还是 FP，我已经不记得了。我觉得应该不是 TJ，我觉得更像 FP，更像 ENFP 或者 ENTP 吧。我觉得最后一个你可能应该是 P，因为 嗯 J 的嗯话是有很强，就比如说我这周在读拿破仑的传记，因为因嗯为因为因为我看一些人讲他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 ENTJ，就是这种人野心勃勃，然后总是想嗯取得世俗意义上的这种成就，然后有时候嗯甚至会显得比较冷漠，嗯然后没嗯，有情感这样子，就是所以我不觉得你像 ENTJ，我觉得你是一个。我可能 ENFP，EN 我是记得的，那可能是 FP 吧。有可能是 FP，反正我觉得最后一个肯定是 P 而不是 J。嗯。然后在这个主题下的最后一个小问题就是，哎，那你觉得在英国的这种职场环境，跟你现在对吧？你在国内也前前后后工作了好几年，就是在国内的职场环境上讲，你觉得有哪些相同的和不同的呢？哎，相同的就是大家都很会甩锅，这个技能职场上一定要有，这个警惕性。就是渐渐的，怎么说，工作也就是世界就是个草台班子，实际上这个本质的区别是没有的。就很多未知的事情大家一起做，总会遇到问题，总会要有人承担责任，对吧？那总会甩锅的时候，就会开始倒查流程，是谁在哪个问题上出现了问题嘛？所以很多流程虽然大家觉得非常没有事情的时候，大家都觉得非常的繁复啊，这种这样，但是出了事情的时候，就会开始去倒查是谁在哪些事情上出现了问题嘛。那甩锅英国人也是非常厉害的。有一个呃，剧叫那个市的首相还是什么市的大臣，我记得就哦，Yes 讽刺英国 Minister，对对，，Yeah，Yes Minister，对。嗯。这个是我觉得都是一样的，包括这个世界是个草台班子，就是我现在认识也越来越深刻，因为我现在很多工作参与下来，就是会看起来是参与一些比较外部看来比较高大上。高大上的决策，对，这些决策的导向可能是就是我们这些人来提供的，可能就是我们的想法去给到，比方说我从10个里面由我筛选到2个，然后再给到领导做一个，这个决策可能就是某一种，我不能讲，但是会很真正的关系到这个城市或者是一些具体的重大的投资的一些决策，就是会有这样的决策，因为做咨询嘛。那理论上我有什么样的能力去做这样的10选2的这样的这样的我懂事情呢？你的意思，我懂你的意思了。你可以简单来说，也许就是凭我的喜好吧。你说有专业的这些判断吗？也是有的，但是有一些专业判断上好像也都差不多的时候，可能嗯有点意思啊。就是我可能就我现在职位还太低了，刚入职场，就是我现在我的感受刚好相反，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了很多决策都是一种所谓的数据驱动，就是对吧？Show me the number，就是比如说我去提一个点出来，那一定会被去给到需要给一个证明，就是说因为比如说这个数字是这样子的，所以我觉得 A 方案比 B 方案好。这是我现在工作一小段时间。你有没有想过，那只是因为我给你提供了这方面的数据，所以你觉得 A 比 B 好啊？那我也可以给你举出10个 B 比 A 好的数据，你只是选择提供多少面而已呀，对也吧？有可能，也有可能你说的这个点就是可能会有，对，也许我要再工作的时间更久一点，可能我就慢慢体会到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那种感受。对，我现在还不是特别有，对，那不同之处，呃，你说，
就是因为一定有一些非常明显的一些显性的标准，那这个显性的标准当然就是你用专业知识能够做判断的。除了显性标准以外，还有很多隐性标准来影响这件事情。那这个时候它的面就是非常多，你能提到的数字也好，佐证也好，支撑也好，就非常多样，对吧？那这种时候你选择给这个领导看这个方面，那可能突出的是 A， 那选择看那些方面突出就是 B， 这个选择就在个人之间嘛。对对，选择性的说真话嘛，对吧？就是很多时候，对吧？不一定需要，就跟我告诉你一个平均数跟一个中位数或一个众数，其实它是不一样的，对吧？它都是真实的数据，但它不一样。那不同之处呢？不同之处还是我之前说的人的问题嘛，就是中国人还是比较能忍的。基本上我觉得可能在国企比较比较很难出现你跟上级去吵架，或者你去跟领导吵架，就是也不是说不能吵吧，就是大家比较克制这个事情的发生，更多就是上对下的那种呵斥比较多一点。就你挑战上级的这些事情是比较少的，即便你内心里非常不愿意。但我觉得在海外确实这个为什么，你从小被教育批判性的思维，那么你在工作中也有，就是你的上级也允许你对他进行一些批判性的挑战。所以我在英国工作几年，我经常跟我上级吵架。但是我们吵架，所谓的吵架，不是说对对方这种人格或者是怎么样的一种批判，更多就事论事。我有不同的想法，我就要挑战你了。了解，对吧？那虽然他看不惯我，但是他也拿我没有办法。就是不是说我说的每次都是对的，但是他必须接受有人跟他的想法是不同这件事情，就是他必须要花时间去讨论这些跟他不同的声音，这就是他看不惯我又拿我没办法的地方。但是在国内，也不是说我不能这么干，但是这么干对于我来说，风险比较大。没有任何的收益。风险且不说吧，就是我做这样的事情，我也希望是有收益的。对吧？那如果没有任何收益，那就没有必要去做这样的事情了。而且，确实挺不一样的。就是我要去收敛住自己习惯性挑战别人或者提出不同想法的这种东西来。毕竟因为这个国企存在这么多年，它的体制机制，如果你不能融入的话，你是过得非常难受的。那当然，你也可以说我如果是很不能适应，我也可以重新选择，对吧？你可以离开，对，然后，但是我会想着先感受一下，也寻找一种各种体制下的文化认同吧。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做的话，你就把自己的路走得很窄了。也不是说我完全接受现在的东西，我只是想说我在必须接受这个东西的当下，找到一个自己的自在的方式吧。我同意。然后这个工作这个话题我觉得聊的差不多了。然后第6个主题是说，你当时工作几年，然后呢，对吧？前2年之前来回国。那第6个主题说，在这种留英发展和这种回国发展之间进行决策，你的一个心路历程是什么样？具体而言的话，就是说，你当时在这2个选择中权衡，你主要是考虑哪些因素？比如说，我看这几个点来决定。